媒体已经报道这件事，有公众质疑，为什么警员张桂祥不用电击枪制服疑犯，而是一枪把他打死？在当时的那种情况，生死一瞬间，还要面对杀人不眨眼的疑犯，我们是应该要自保的。我只希望他不是因为看到自己的队友受到伤害，导致情绪激动，因此做出错误的判断。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事被刺死，相信他现在的心情一定很难过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要问他这些问题。疑犯逃入一个巷口内，我靠布和小杨分头追逐，进行包抄。疑犯被我们两边包围，无法逃脱。他手握刀子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个高度危险的疑犯。当时的情况很紧急，我肯定他会伤害考布和小杨，所以就开了一枪。为什么杀人张桂祥又开了第二枪？疑犯中了枪以后，并没有倒下，紧接着冲向我。所以，杀人张桂祥开了第二枪，阻止疑犯伤害我。你认为，疑犯中了第一枪之后，还有攻击能力吗？没错，疑犯还具有杀伤力。当时，杀人张桂祥的情绪怎么样？你刚才说，看到杀人许文雄被刺伤了之后，才追向疑犯的，对吗？文雄，没错。你当时有什么反应？我很担心文雄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可是我没想那么多，就去追疑犯了。你看见自己的同僚被刺伤，心情是不是很激动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的确是很气愤，可是我很肯定，自己还是保持头脑清醒。我向疑犯开枪，的确是因为要保护考布尔和小杨，并不是为了复仇。我们都认定疑犯会不顾一切的行凶，加上当时的情况很危急，如果不是杀人张桂祥拔枪阻止，我应该会被刺伤。或许就会像杀人许文雄那样，真的那样殉职。不管疑犯多么罪大恶极，我们也不能私自用刑。他们该不该死，不是由我们决定的。Sir， 我认为杀人张桂祥开枪是有必要的。我再三的询问你，就是要确定这一点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问这么多来干嘛？杀人张桂祥，请你坐下来。我必须要确定你有没有滥用私刑的嫌疑。我是想要帮你，并不是在针对你。
Sorry, man。我现在的心情很糟。没关系，我了解你的感受。我开枪打死疑犯，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也不觉得自己制裁了疑犯，因为我的伙伴还是死了。文修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也觉得很遗憾。感觉好像发了一场噩梦。从刚才到现在，我一直不敢相信，竟然会发生这种事。我也希望是一场噩梦，可是事情的确发生了。刚才真的好危险，我以为我会像文雄一样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差一点就要没命了。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谢谢九。我曾经想象，有一天我可能会需要开枪，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夺取一个人的性命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我也不能相信，我竟然开枪杀了一个人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做错了？不，我很肯定开那2枪是应该的。可是不管再怎么有理由，始终是杀了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今天实在发生太多事了。今天一连出现了3具尸体，其中一个是我们的警员。这个案件，媒体和舆论都制造了不少压力。我已经动员了所有的资源，务必尽快查出这个案件的主谋。但是，我要大家保持冷静。对每个疑点做出分析。如果必要，我们必须回到案发现场搜查线索，不能有任何疏漏。益达，有什么进展？
我们查到林信惠、李志明还有沈伟忠，他们3个人其实一早就见过面了。2个月前，林信惠举办了一个筹款活动，活动会场是在一家智障人士福利协会。我查问了在场的人，原来当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。沈伟忠突然出现，紧紧抓住林信惠不放，把她吓得惊叫起来。相持不下时，李志明赶紧来解围。快跟这位女士道歉。那达利 ，Natalie， 是不是女性的名字？为什么沈伟忠这么说？我们在沈伟忠的家里收到了一套漫画， The Shadow Blade。据他母亲说，沈伟忠对这套漫画非常着迷，常常把自己带入漫画里的男主角，自称是 Shadow Blade。漫画里的女主角叫做 Natalie， 是一名为正义行刺罪犯的女杀手。林信惠的样貌跟 Natalie 十分相似，所以当时沈伟忠才会这样称呼她的。沈伟忠也画了一幅画，显然的已经把林信惠当成是 Natalie 了。他会不会是对林信惠有爱慕之意？有可能。现在证明林信惠的确认识李志明，之前他隐瞒了真相，这对男女可能是共犯。Sir， 沈伟忠的验尸报告指出，他体内含有合成类固醇的兴奋剂，而且这类的兴奋剂能使人处在亢奋的状态。沈伟忠的病情一向来都需要靠药物控制，他现在体内竟然发现了兴奋剂，难怪这2个星期内他的病情会有恶化的倾向。给沈伟忠吃药，目的是让他处在亢奋状态，容易驱使他成为杀人工具。我们从沈伟忠身上收到一包兴奋剂，我们从单据查到是李志明昨天晚上买的。那么说，李志明才是真正的主谋。他会被沈伟忠杀死，这是亡国之分。很多事情都在这2个星期内发生，例如林信惠面临财务上的困难，李志明和黄丽轩发生情变，这些都很可能是他们杀害死者的动机。李志明很可能是主谋，但是林信惠也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在查证许文雄被杀的命案现场，我们发现凶手用来包凶器的报纸封面上有个印章，是属于一家小旅馆订购的。我们怀疑沈伟忠在案发前曾经到过这家小旅馆。没错。林信惠，林小姐，你想要去哪里？我来接我女儿，请问2位警官有什么事啊？你在1个小时前买了2张去澳洲悉尼的机票，为什么那么急着出国？我去澳洲是去看我哥哥，他突然间病倒了。可是你买的是单程机票，你不打算回来新加坡了吗？这是我个人自由，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林信惠女士，我们怀疑你牵涉3宗命案，需要你回到警局接受审问。对不起，你的旅程必须取消了。妈咪，那我女儿怎么办？她会暂时跟她姑姑住。我能不能过去跟她说句话？安琪，别害怕，他们是警察，妈咪需要跟他们回去办一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接你了。妈咪，几时回来？很快的，安琪在姑姑家，要乖乖哦。安琪永远是妈咪的好孩子，妈咪永远爱你。你们根本没有证据指控我，又扣留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我一定会去投诉你们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你，是不会扣留你的。我根本不是杀人凶手，请你们不要浪费时间。李志明，你认识吧？因为工作关系见过2、3次面，算不上认识。你们第一次接触是在一项筹款活动，同时间你见到了沈伟忠，
我记得他是一名有轻微智障的患者。我们已经证实他是连环凶杀案的凶手。恭喜你们逮捕到凶手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一点也不觉得震惊？难道你没有想过沈伟忠为什么会杀人？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，怎么会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沈伟忠杀了你的前夫洪天胜，再杀了李志明的女友黄丽轩，最后他连李志明也杀了。这宗命案的3个死者都和你有关联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？世上有很多东西都很巧合的。我们知道人当然不是你亲手杀的，不过3宗命案的主谋是你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啊！在逮捕你之前，我们查过你公司的账目。1个月前，你私自动用了价值50万的现金的公款。你通过朋友的户口进行买卖货币的投资，结果亏了很多钱。过后虽然向2个朋友借了10万块，可是还是补不回你的亏损。我确实是动用了公款，但是我没有杀人。是吗？当时你担心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，于是你计划杀人，谋取洪天胜的保险金。你当然不会亲自杀人，所以你就想到了沈伟忠，要利用他帮你做这件事，对吧？我跟沈伟忠无亲无故，他又怎么会乖乖的听我的话去杀人呢？你们的想象太丰富了。你和沈伟忠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男女关系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们查到，你和沈伟忠曾经出现在一家旅店内。当我们向旅店职员查询时，他们很快的就记起沈伟忠前后3次订房的情形。我要一间房间。每一次都是沈伟忠先到旅店房内，不久后你就到旅店来。每一次你们都会在酒店的房内逗留30到45分钟。沈伟忠总是先离开，然后你才跟着离开。你为什么跟沈伟忠在旅店会面？你们在房里干什么？我根本没有去过什么旅店，是那个职员认错人了。我们在电梯内的 CCTV 里找到你和沈伟忠曾经出现在电梯的录影画面。你已经无法否认了。我们已经查到沈伟忠前后3次在旅店订房的记录，这3段时间刚好就是命案发生前的1到2个小时。为什么每一次命案发生前，你们2个都会出现在旅店的房内？你是不是在旅店的房内教唆沈伟忠如何杀人？你是用什么方法令到沈伟忠帮你杀人的？就算我和他曾经出现在旅店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可是我的私事。再说，我也没叫他做什么事情，他要去杀人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其实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你第一次见到沈伟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对你有爱慕之意。后来你了解到，那是因为你跟漫画的女主角 Daphne 样貌很相似。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漫画《The Shadow Blade》，这证明了你有意去了解沈伟忠的心态。之后你色诱他，然后利用他对你的感情，引导他去杀人，对不对？你会愿意为奶泰利做任何事情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男人，在正义上，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世上。Shadow Blade，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，你一定可以把他杀了。洪天胜跟李志明被杀之前，各自接到一通电话，是不是你打的？那2通电话都是由公共电话打出的，恰好在旅馆附近。前天下午4点15分，你离开旅馆之后，到了一家店换取硬币。
当时店员清楚地看到你在使用公共电话。你打给洪天胜，要他在指定的地点见面，而那就是他被杀的命案现场。打完电话之后，你马上赶到你父亲居住的疗养院，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对吗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你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去探望过你父亲。你是不是想利用他来掩饰你的罪行？就算你们能证明这通电话是我打的，也不代表是我叫沈伟忠去杀人。洪天胜被杀之后，基本上你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你只需要等待继承保险金，就可以解决债务上的问题。如果不是发生过后的事情，你根本不用再去杀人。你曾经向李志明套取关于沈伟忠的资料，我们在你的手提电脑发现你和李志明在网上交谈的记录，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李志明的电脑内有相同的记录。洪天胜被杀之后，李志明发现沈伟忠有不寻常的举动，他也发现沈伟忠在服食合成类固醇的兴奋剂。在他追问之后，发现原来药物是你给沈伟忠的。我知道你利用沈伟忠帮你杀人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用否认了，伟忠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。他是一个有智障的精神病患者，谁会相信他所说的？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告诉警方。你想怎么样？帮我做一件事，你的秘密就变成我们共同的秘密。李志明刚刚和女友黄丽轩发生情变，他在极度记恨的情况之下起了杀念，而你在李志明的要挟之下只好就范。你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唆使沈伟忠杀死黄丽轩？杀了黄丽轩之后，你了解到李志明的存在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所以你又唆使沈伟忠去杀死李志明，对吗？你安排沈伟忠在热闹的地方杀人，目的就是要让他被警方逮捕。你的计划是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在李志明身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理由这么做，因为李志明才是真正的主谋。是吗？案发前一天，你叫李志明去买一包兴奋剂，然后交给沈伟忠带在身上。那沈伟忠被捕的时候，警方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李志明，对吧？这完全是你们的推测，根本不是事实。你们没办法控告我杀人罪。今天中午，我去找李志明问话。不好意思，李志明先生，我们需要带你回警局协助调查一宗命案。过后我们查到，大约在下午1点30分左右，他接到了一通来自公共电话的来电。喂，是我，你在哪里？刚才警察来找我，要带我回警局问话。他们一定是怀疑到我身上来了。你不要这么紧张，他们只是要你协助调查案件。如果我有事，你也一定完蛋。你先别急，见了面再说。李志明当时就怀疑你不怀好意，所以把你们整段通话内容都录了下来。你应该没想到，李志明还有这一手吧？你为了谋取保险金，不惜杀害3个人，沈伟忠为你而死，另外2个无辜的被杀，其中还是一名警员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想这样的，是李志明，是他逼我的，才会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推卸责任？这些人无辜惨死，全都是因为你的一己贪念。你手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啊！我这么做，都是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女儿。我求求你们，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安琪。我不想她知道，她有一个杀人犯的妈妈。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其他的明天再做吧。你先回去。还在想那位英勇殉职的警员？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东宁警署的警员现在心情一定很糟糕，士气也会受影响的。失去每天一起工作的伙伴，就好像失去亲人一样。尤其是当你亲眼看到这件事情的经过，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。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年，可是那一幕还是深深的在我脑海中。所以，现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坚守一个原则：人命为先。虽然要打击罪犯，我们无法避免危险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只能做最好的安全措施。希望我们的同僚能够早日安息吧。希望吧。糟了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得赶回家。那明天见了，拜。喂，Moon，你知道有梅跟小凤在哪里吗？他们在我这里。他们在你家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不用了，我看你暂时别过来吧。有梅说他想静一静。他暂时不想见我。好，那我等他冷静下来再找他谈。麻烦你照顾他们，Moon。谢谢你啊！不用客气。安哥、安迪，我们是文雄的同事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文雄是个勇敢的警察，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。他临走前有说什么话吗？没有。他说过，你们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你们也要保重。
不应该想死，是我害了他。不要这么说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我相信，不管谁在现场，都会做出一样的事。秀芳，不要把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身上。文雄在生前曾经说过，如果真的要死的话，他想轰轰烈烈的死在战场上。能够以这种方式壮烈牺牲，的确很像许文雄的作风。Sir， 警队的 Welfare Division 已经找了文雄的父母谈过关于文雄的丧礼、赔偿等事项的安排。文雄的死，大家都感到很难过，你也别因此感到太自责。Sir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手下就这样子殉职了。文雄还这么年轻，他真的不应该，太可惜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你是队长，大家都看着你办事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不能倒下，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带领队员们度过这个难关。Sorry, sir， 我不应该有这么负面的情绪的。没关系，说出来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遇到这不幸的事，大家或许会面对心理上的精神创伤。我会安排大家到警察心理服务署接受心理辅导。警队的心理学家会帮助大家度过最艰难的时刻。WSS 国际安全峰会即将举行，这个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松懈下来，警员们的士气也不能受影响。我想这个任务也是文雄生前最希望完成的。Sir， 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士气的。我们一定会把分内的工作做得更好。今天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。在义顺工业区附近的树林地带，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。一名工人前往附近工厂工作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尸体，然后报案。这名工人常常经过发现尸体的地方，可是他今天早上才见到尸体，所以死者应该是在今天凌晨10分才被弃置在树林内。死亡时间大约凌晨2点到3点之间，死因是被利刀刺入心脏部位。从伤口看来，凶手应该是一名擅长用刀的专家。他的干案手法干脆利落，一刀致命。法医在对死者进行解剖时，发现死者腿上有动过手术，死者腿上被切割的地方根本没有受伤过，无法查出为什么他之前会接受这种手术。死者的身份，死者被发现时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我们查过指纹记录，也没有吻合的对象。会不会是非法入境者？有可能。我们必须尽快查出死者的身份，要不然我们就无法找出跟凶手有关的线索。Carriers are arriving soon. We have to finish the assembly before the WSS.
伊达，你和咏梅怎么样了？他带小峰去了梦的家，暂时不肯跟我见面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完全忽略了他的感受，我现在只能尽力挽回他对我的信心。你要挽回咏梅对你的信心，必须要付出很大的诚意啊。我知道，看来家庭跟工作，我是不可能两者兼得了。我以前的想法很天真，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拆散他们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事实并非如此。两个人要长时间在一起，是需要很多迁就和包容，绝对不能有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。我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我相信你们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无论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，而且还是双赢。希望如此吧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你也觉得意外？对啊，那天我跟咏梅交谈时，她看起来若无其事的，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会忽略身边的人的感受，等到事情发生了，才觉得很突然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累积造成的。那你现在对我们的将来还有信心吗？他们的事对你有影响了？难免有一点吧。我到现在还是有信心，如果没有家庭的话，一定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的。我告诉你哦，要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的话，一定要尽早告诉我，不要等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才突然爆发。怎么了？现在害怕失去我了？我是说认真的。放心，我不是那种默默承受的人，好吧？现在我就列出一张清单，说出我对你不满的事。哎，你先别得意啊，我可没说过会照单全收的。那第一，你不爱吃海鲜，我也得陪你不去吃海鲜。徐文斌，我是认真的。第二，你这位 Madam 的价值很大。翔哥，你这是出风头了。哼，有什么好威风的？你开枪打死凶手，现在是我们东陵警署的英雄警员嘞。哎，臭文兄，你是在讽刺我啊？翔哥，我是郑勋。翔哥，你没事吧？
你去一个地方。我哪里都不想去。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的。文雄英勇的表现受到表扬，他的名字会被记录在这儿，让以后的人都可以怀念他。他向来喜欢当英雄，现在终于可以名列英雄榜了。只可惜他自己看不到了。别这样，他会知道的。他的愿望是想考上 Star， 可是生前都做不到。他这样就走了，心里一定会留下很多遗憾。在我的心里，他已经是我们的 Star 了。肩上的责任有多少重量？我懂那份荣光总是在给我力量。庆幸你们的爱一直都在我身旁。有些付出不一定要补偿，才算得上圆满。用一些满足填补另一些不满。有时候汗水也能酝酿出芬芳，看到身边的人安详宁静的脸庞，所有艰辛都变成一种坚强。用一些回忆替代另一些遗憾，有时候回过头看，回避是一种遗憾。我看到美